全新的极氪009 MPV 已经来到大马市场，那售价呢是从349,800块到359,800块，分为7座中央通道版和6座行政版。座椅格局上分为2+2+3和2+2+2。那注意，不管是哪一个款式，第二排都是2个独立的座椅。6座版专属的 Sofaro 头等舱航空座椅可以一键开启伊姆斯躺椅模式，腿和脚可以完全伸展。重点是它的腿托和脚踏可以呈现平的状态。那没有中央通道的6座版需要把第二排座椅滑去前面，才能够进入第3排。那我的身高是178cm， 头部空间足够，翘脚没有问题。那我们让第二排的座椅回到正常的位置，差不多要碰到了。再按躲一下，它就会滑去前面。那如果你觉得椅背不够斜，6座版的第3排椅背还可以做到180度的倾倒，距离车顶还有这么远，这个在 MPV 当中是非常少见的。然后你还可以让它像做 yoga 这样子整个折起来，从而去增加行李箱空间。至于你说放东西的话，我觉得009的强项是载人，而不是载东西搬家。那极氪009呢的双生车款，也就是 Volvo 的 EM90， 但目前 EM90 就是中国特供版，售价也比极氪009高出很多，设备反而比极氪009低很多。所以极氪009啊，它在马来西亚的主要对手就价位上可能是 Toyota Alphard、Toyota Wildfire， 纯电动的对手目前是 BYD 刚推出的 Denza D9。我今天这一期就会以一个乘客，以一个 First Class Passenger 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相信要购买极氪009的朋友，他们最在意的并不是在于它的加速动力表现，因为数据上你看得到的116 kWh 3元锂电池，582公里 WLTP 标准的续航里程，0到100 4.5秒，这些东西你都能够读得到，但你读不到的就是它的真实乘坐体验，我就会完整的呈现给大家。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Let's go！ 号称陆地头等舱的极氪009。那讲到头等舱，就让我回想起每一次搭飞机的经验，通常都是体积越大的飞机乘坐起来越舒服啊。比如讲像 ATR 72螺旋桨飞机，当你在空中遇到乱流，你会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啊。然后去到 A320 好一点，A330 再好一点，去到 A380 2层楼坐在上面的 Business Class， 哇，一级棒，完全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所以越大辆的飞机在空中遇到乱流的时候，遇到不稳定的时候，它会更加淡定，更加平稳。所以如果有的选择要从马来西亚飞去欧洲还是飞去美国，我会选择比较大的飞机。那船也是一样啊，船我曾经试过在 Speedboat 上面，在马尔代夫啊，从它的机场去到我的旅馆，3个小时的 Speedboat。然后你知道吗？小船在浪上面就是一点波一点浪，你都会 feel 到整个人就是很不能够应对风浪。那后来我们就换上去 yacht 游艇了之后就好很多。你在游艇上面坐1个小时没有什么感觉，2个小时刚刚好而已。然后再大一点的呢，就是 cruise 游轮。那游轮啊，你甚至可以从马来西亚坐到日本，坐去香港，你知道吗？游轮你可以在上面20多天都没有问题，因为大型游轮它吃水比较深。然后它遇到风浪的时候，它更加平衡，里面的科技更能够让乘客不感觉到船身在摇晃，船身在运动。可是为什么每次我回想起我试驾或者是试坐体积比较大的汽车的时候，它会很晕，很摇晃，更加容易晕车，特别是体积很大的电动车。那为什么船，对吗？大船很舒服，大飞机很舒服，可是大车未必舒服，反而会很晕车。因为车啊跟飞机和船不同的是，车是需要频密的一直在起步、加速、减速，而且还要转弯啊，大弯、小弯摆来摆去这样子。你看路面颠簸、起伏、坑洞这些东西对车子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那极氪009的后排乘坐体验做起来会不会像我在试乘之前的那一种？我觉得它会很晕 ，right？ 因为我上一次坐到2800公斤以上的电动车就是 Mercedes 的 EQS SUV， 很坦白讲，那车虽然很好驾，很有力，因为电动车啊，你知道吗？脉冲感很强，所有的东西每一次加速减速，对乘客来讲，它都会产生一种 motion sickness， 因为在人的前庭系统，就是你的耳内感官平衡系统，它会有一个叫球囊跟耳石的东西，它就好像一个陀螺仪这样子，在你的头脑里面帮你去 calibrate。Right， 可是因为电动车重心太低，车身太重，然后加速太快，瞬间扭力，就会让到身体来不及反应，你的身体不适应。极氪009车长5209个 mm， 比 Alphard 长199个 mm， 比 Carnival 长54 mm， 基于 Polestar 和 Volvo 共用的 SEA 平台，3205 mm 的轴距比 Alphard 长205个 mm。而重点是2024 mm 的车身宽度，因为日系豪华 MPV 一般不会超过1900 mm 的宽度。那5人座的电动 SUV 一般电池大小在78到85 kWh， 重量是2000到2500公斤。而这个116 kWh 的极氪009从2870公斤起，比 2.4 Turbo 的 Alphard 重635公斤。比 2.4 Turbo HEV 的 LM500H 重375公斤，当然这些数据只是保守估计。所以这一台极氪009啊，我驾了2-3天之后，我都一直要体验看它是不是晕车。相比较我每一次介绍车子，我都会去强调，可能它的电池大小啦、续航里程啦、加速动力啦、好不好开等等。但是我一直在揣摩，我一直在思考说，极氪的车主，或者说 Toyota Alphard Wildfire 的车主，甚至是 Lexus LM 的车主，他们要什么？他们追求什么东西？他们在意什么东西 ？Right？ 因为这一台极氪009，你看我过了无数的墩，有大的墩、短的墩、高的墩、尖的墩，它都处理到非常的 fine， 非常的漂亮。那为什么极氪009能够做到不晕车？答案就在于 Dual Chamber 的 Air Suspension 双腔式的空气悬挂系统，而且是 Two Axle 的 Air Suspension， 前轴后轴都是空气悬挂系统。当2个 Chamber 都充满气的时候，它就可以呈现一个非常软的状态。当其中一个 Chamber 泄气之后呢，车子就会相对比较硬。即便是像马币卖着120万到140万的 Lexus LM， 都只是用这 AVS 的悬挂系统，没有 Air Suspension。我们从来都只会在 SUV 高级房车运动型 SUV 上面看到 Air Suspension 气压悬挂。那极氪009因为有这 Air Suspension， 让到你在 Parking Mode 停车的时候呢，你可以更加容易上下车，它可以降低车子的高度。一般的主动式悬挂做不到这一点，然后当你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它就会将车子升高。如果你担心路面太烂会有刮到底盘的风险，你还可以将车子从 Standard set 去 High 到 Very High， 然后你时速更快的时候去到100 km/h 以上，去到 Sport Mode， 它还可以将车子降低，从而去改善它的风阻系数，去降低风阻，让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抓着方向盘更加的稳定。我们过了多之后，我让司机全力冲刺，全力加速，踩完。Oh my god， effortless， 0到100 4.5秒。我从来都没有用这个坐姿坐在车子的后面，坐在一辆 MPV 里面用0到100 4.5秒的加速表现去感受这个车子，然后我们急速的刹车，然后再摆一个弯，好像在坐在一辆很大的 SUV。真的，你看司机在摆弯，我不会觉得车子有很明显的这个侧倾，对，它是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看到吗？但是好像 Rolls-Royce 的 Magic Carpet Ride 太了不起了，因为它除了 Air Suspension 之外呢，它也用了 CCD 的
continuously 的这个 damper system， 所以它就是一个 electronical valve 这个电子阀门，用它的 sensor 去侦测路面该强该硬该软该弱，它会透过那个电子阀门去调整那个 suspension， 再配合每一支悬挂独立的这个 suspension system 去调整车身的硬软，侧倾的时候它可以跟它 counter 回来，能够让吉利集团大大真的讲这个是陆地头等舱，因为市面上那些100多万的 MPV 都给不到你这一种乘坐体验。我遇过很多家里有肉税的人，有 Bentley 的人，他出门还是用 Alphard。为什么他要 Alphard？ 因为 MPV 地台比较低，而且又有 sliding door 侧滑门。可是这种高级豪华品牌一直都不要出 MPV， 然后极客就看准了这个商机。吉利集团全力注资打造的这个极客009，瞄准了针对亚洲市场的富豪、亚洲市场的达官显贵设计的极客009。今时今日啊，新能源车你知道吗？中国的原生纯电豪华 MPV， 他们主打的东西都是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们先从彩电开始。那首先呢，在头顶上这边它就有这个17寸的 roof screen。那这个17寸的 roof screen 呢，它是 3K OLED， 然后再配合这个 Qualcomm 的8295芯片，它是2个8295啊，然后里面有 YouTube， 里面可以看 TikTok， 可以通过遥控器去操控它，所以在彩电方面呢，它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同级对手。那有了好的彩电，也要有一个好的音响系统来配合它。这个就是3000瓦30个 speakers 的雅马哈高级音响系统，它配有8个 headrest speakers 和 7.1.9 的 Dolby Atmos。那这一套雅马哈音响系统可以说是当今汽车市场上数一数二的音响系统，从它的软体到它的硬体，极客009都把所有的峰值给拉满。那从刚才影片开始到现在呢，我都一直用着 First Class 的这个 setup， 然后我现在就回去一个比较正常的坐姿，一个比较是没有躺到这么斜，因为你看它的腿托是同级车款里面最大张的这个座椅，它的腿托可以上到真的是平的，没有去到最顶级的 MPV 都没有给你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冰箱啦，它不是一般的冰箱，它可以去到零下6度，它还有 UV 杀菌，而且你说热，它可以到35度到50度。就是有些有照顾 baby 的啦，就知道你说母乳它是叫冰箱嘛，然后要喝的时候你要调整到一个人体可以适应的温度，大概是35度到50度，所以它有 warmer。所以这个冰箱它不只是冰箱，它也可以是一个保温箱，来保温你的奶瓶等等。然后它里面用的材质都是母婴级别的，所以这个在中国是没有看过一个技术含量这么高的车内冰箱系统，而不只是像欧洲豪华品牌，只是给你可能放香槟啊、放红酒杯啊这些东西。这个是完全是非常针对 Asian、非常针对亚洲人打造的一个冰箱。那沙发、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沙发呢，这个座椅叫 Sofaro 座椅。首先呢，它的椅背宽度、长度、坐垫长度跟宽度都比 Alphard 上面的那个 Ottoman seat 还要来的宽，还要来的长，完全是针对它来打造。而且它拥有1.1米的超长滑轨，看到吗？我整个人好像 Marvel 的 Professor X 这样子。你看，想象一下，我现在是没有头发的。1.1米啊，1.1米啊！你看这个滑轨，还没有完啊，我还没有停啊，还没有停啊。OK， 动到了，我已经动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现在再往后滑。它拥有一个非常 flexible、非常灵活的，你看，可以这样子，去后面。我们说Toyota Wildfire、Toyota Alphard 讲的那个 Executive Lounge 啊，跟这个没有得比。这个我才会想起上一次我在香港看到郭富城的时候啊，他说连 Alphard 都没得比，根本跟 Alphard 是没得比。009是太舒服了，舒适，一坐上去，你觉得那个椅子是完全是不一样，你感受，你身体里面感受到很舒服。009是给你一种，你坐下去之后，你会发觉整个空间你可以沉淀你自己，你不要听到一个引擎的声音，呱呱呱就没有，它完全舒适的状态，很宁静，
你可以去思考你想要思考的东西，让人的放松，很集中。我们都以为他在讲大话，我们都知道嘛，明星代言多少会美言几句，但是我做了之后不夸张，你做了这个，你再看回去那些日系的 MPV，Oh my god， 这个真的是刷新了大家对于 MPV 的想象。那通风椅它给你，然后它还有几个程度的按摩椅，透过椅背的那个机关去让到你的舒展筋骨。因为通常这一类型的 MPV 都会提供给你托盘，那个 food tray 啊，就是放在前面的座椅，让你拿来放餐盘啊、放餐盒、放 laptop。可是这个的呢，就是完全针对 business class 座椅的那种格局去打造，看到吗？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托盘，你可以拿来放你的 laptop， 放你的在这边开会等等。那讲到开会啊，它这一个彩电呢，也是可以有一个镜头可以给你去 Zoom meeting， 可以做很多的东西。laptop， 我工作用的 laptop， 那我现在就要做个实验。我在Gamuda Curve这边有很多的 bump， 有很多的路墩，我就要打开我的 laptop， 然后去打开 Adobe Premiere Pro， 在里面剪片。你知道吗？我们每次讲在车上面看手机会晕车等等，我现在就尝试在车里面剪片。我就觉得这个离我太远了，它可以再 adjust。你看它的这个托盘啊，开玩笑，它不只是 flat 的哈，它可以 adjust angle 的啊，所以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再来这边还有60瓦和100瓦的 Type C 接口，用来 charge MacBook 是绰绰有余。Oh my god，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等级、另外一个级别的车子。极氪009的0到100加速体验 ，Sport Mode Go。100 ，Brake，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接。因为你不要看它是一辆 minivan， 它是有612个 PS 跟693 Nm。它是一个拥有双马达的电动车，所以如果这个动力放去一台 SUV 或者放去一台小车，它已经是 performance car level 的加速。But它不是这样子拿来用的，它是给你在 comfort mode 舒舒服服的去行驶的一台车子。所以经常很多观众都会留言问我，在相同价位应该要买 MPV 还是买 SUV。所以很明白的，我从来都不推荐大家买 MPV， 我不是一个 MPV 的爱好者。我觉得如果在相同价位、相同尺寸，我会比较推荐 SUV 多过 MPV， 因为在我过去试驾 MPV 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驾 MPV 的时候，我像是一个 van driver， 一个 bus driver， 不像是一个 car driver。因为 SUV 虽然在空间机能上它远远的输给 MPV， 而且大多数都没有sliding door， 确实 SUV 在过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人比较有信心，你会比较怎么讲？你会比较敢去尝试。MPV 不是不可以，是比较难，比较勉强一点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市场的人，你很难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看到多大 wildfire， 在美国完全就是根本找不到那一种。那为什么欧洲人这么不喜欢 MPV？ 为什么 MPV 在欧洲完全没有市场？当然有诸多原因啦，有客观因素，有主观因素，有文化上的因素，但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般上这一种面包车 MPV， 他们因为引擎室到驾驶舱之间的距离比较短，简单来讲就是没有车头，车头很短，所以相较于 SUV 那种2厢或3厢设计，这种单厢设计，就当你在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其实车头到驾驶者这边啊，它是没有一个 buffer zone 的，或者说它的缓冲地带非常短，它能够吸收冲击力的能力不强。相比较 SUV， 因为车头比较长，特别是后轮驱动重置引擎，你离的那边很远，所以当有事情的时候，它能够 absorb 那个能量踩到驾驶者。所以这个因为车头短呢，就造成它的安全性上面的隐忧，一直是 MPV 一个最大的弱点，一个最大的痛点。那极氪有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去做什么样的回应？有，因为它就采用了史上首创的双 A 柱设计，它是有2根 A 柱，是形成一个这样子的 shape。我第一次上到车，就有2根这个 A 柱这样子的。那这个是因为啊，你看我的人的头啊，
你发生事情的时候，它的 impact 是直接来的。经过2次撞击，前A柱发生变形吸能，后A柱没有发生弯折、变形和断裂，有效的保护了车内成员的空间。坦白讲了，我自己不喜欢开 MPV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阻挡后方来车的这个视线啊。就我在 highway 也好，在小路也好，每次我前面有一辆 MPV， 我就会觉得我看不到前面的路，而且有时候他们又做那种很暗的灯灯，我看不到啊。我看不到的时候，有时候他 emergency brake 我来不及 brake， 我就会跟他 kiss 下去。所以针对这个很容易给人家 kiss 下去呢，极氪又做了什么？极氪就采用了史上首创的一体式压铸后端铝车身。因为在电池包跟乘客之间，我们都知道发生一些不想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它有没有办法去保障乘客的性命，保障乘客的安全？那我在过去看到这个极氪009的国际发布会，它网上的一些宣传文案也好，也是市面上少数针对安全性去做主打的 MPV。大家不要忘记，极氪它有瑞典的血统，因为它跟 Volvo 是属于一个兄弟公司、姐妹公司。那前面对极氪009美言了非常多，从它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难道它就没有缺点吗？难道它就这么完美无瑕，找不到东西，无懈可击，无可挑剔吗？那我觉得它还是有缺点的，但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是缺点因为它够便宜。俗话说便宜治百病，只要你够便宜，其实你少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大家是不太会介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中国市场的极氪009是提供800V平台的，然后它还有140 kWh 的超级无敌大电池。可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就是一个116 kWh 的400V电池，跟香港市场一样，右驾版右舵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快充并不提供给你，没有给你250 kW DC， 它只是150 kW 的 DC， 所以10到80% 要半个小时。但比较麻烦的就是呢，它的慢充速度只是11 kW AC， 11 kW 已经比 7.5 kW 已经比7个 kW AC 好很多。但问题就是因为电池太大，电池是116 kWh， 所以你要充到 100% 的话，你用 AC 是需要 13.5 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晚上7点放进去 charge， 隔一天早上7点都未必会到 100%。因为它不提供22 kW 的 AC， 电池太大。那相比较你说 Mercedes 的 EQS SUV 那个接近700千的 EQS SUV 就给你22 kW 的 AC。除此之外，我真的不懂你要拿什么东西来讲你挨的是吹毛求疵，你挨的是鸡蛋里挑骨头，你挨的就是我不懂你在想什么啦。如果你还要用很苛刻的角度去批判它，如果我们看 Toyota Alphard 的免税价，其实跟这台车子差不多。所以你要知道009可以卖这个价钱，主要是因为免税，因为它用的是最新的 Qualcomm 的8295 chips。那8295为什么厉害呢？因为市面上你看新的电动车，包括像 Mercedes 跟 BMW 部分车型都只是用这8155的 chips， 因为8295呢是一个5纳米的制程，然后8155是7纳米，所以从7纳米到5纳米，它整体的效率提升了30%。而且在8155呢，那一个芯片是能够支援3块 2K 萤幕，这个可以支援3块 4K 萤幕，而且它还有2个8295的 chips。所以你一坐上来过后，你会发现到这个极氪009它的萤幕，你去 click 的时候，它的反应速度、运算能力、处理速度，它的 webcam， 它的你知道吗？360度镜头等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想，它卖这个价钱，它会不会偷拿掉什么东西？可能 heated seat 没有啦 ，heated steering 可能没有啦 ，but who cares？ 谁要这个东西？你说双层玻璃跟你偷掉吗？给你变成单层玻璃？没有双层玻璃，天窗跟你拿掉没有？天窗也是有，萤幕有。冰箱是最有可能被抽掉的在很多 brand 身上啦，没有他给你冰箱。而且重点是不管你买到7座中央通道版还是6座行政版，它都有30个 speaker。sorry， 我必须要强调，它有3000瓦30个 speakers 的雅马哈音响。我过去介绍过很多牌子的车，从 Bentley 到 Rolls-Royce 到 BMW， 甚至我看过的 Maybach，大多都是在2000多瓦
然后18个 speaker、21个 speaker， 它3000瓦30个 speaker， 完全是没有在跟你客气，所有的那个雷达图那个峰值全部拉满，拉到满，你还有什么你讲？你还有什么你讲？像我在介绍极客 X 的时候，我有讲啊，我觉得吉利这个品牌，尤其是极客009，它就是吉利集团用萨诺斯的无线手套、用无线宝石打造出来的一个终极的产品。极客，我之后会做更多相应的这一些测试影片，拿来跟它的同级对手，或者是开着它从新山开去槟城等等，拿它用来做更多的这种长途试驾，因为我们必须要路遥才能知马力。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期极客009的马来西亚我自己的首次试驾影片。And 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和来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